清河姐，你别吓我！晦气，这瞎子还没断气！是你们害死我姐姐！你姐头矿，塌方是天罚，侯府赏你这块断气银牌，拿着，滚！他每天在矿底12个时辰，连口水都喝不上。你们说他偷矿，他的命就值这半块牌子。偷矿，他是长了双不该长的眼睛，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所以他得死。你也得闭嘴，永远闭嘴。来了，跟他姐埋一块儿。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我身轻兰若不死，必让镇北侯府血债血偿！想活吗？活着，能不能杀光他们？那就先学会一件事：不死。老东西，把人放下！镇北侯府的事你也敢管？不要命了！三息，要是不滚，就死！一个快入土的老棺材狼子跟老子耍横！你是？你到底是谁？一个还没死的老东西而已。为什么想活？他们害死我姐姐，污蔑她偷矿，把她压在矿洞底下，连尸首都不肯好好埋，扔进乱葬岗，跟野狗啃剩下的骨头堆在一起。我姐姐的命不能白没，不能就这么白没了。所以活着是为杀光他们。活着能不能杀光他们？报仇的人，老夫见过很多，10个、9个死在半路，连仇人的衣角都没摸到，剩下那个报了仇，报完自己也废了。人不人，鬼不鬼，那也比烂在乱葬岗，让仇人踩着我的骨头活100年强。你这股劲儿正对老夫胃口。乱葬岗捡了你，算你命不该绝，教你点东西。只要能报仇，就算把我骨头拆了，我都要爬过去。天亮，上山。记住，想杀人，先学会不被人杀。不被人杀，比杀人难100倍。姐，你的命，我要他们一条一条还回来。跪下！沈庭兰，矿场瞎奴，从今天起，这个人死了，活着的是孤剑山的人。你天生眼盲，五感缺一，反而是好事。少了一扇窗，就多了一道门。什么门？灵诀，无相灵诀。从这一刻起，你的皮肤、耳朵、呼吸，每一寸骨头，全部变成你的眼睛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不是黑的，不是黑的。试试吧。灵诀比你这条命快。你刚才真想杀我？想杀你，你躺在那儿了。老夫只是提醒你，灵诀不是拿来看风景的，
是拿来活命的。从明天起，所有训练官灵觉。姐，世界不是黑的，世界是一条一条的线。我看见你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封剑匣1200斤，里面封了3把剑，你不用管是什么剑。从今天起，你背着它活。提醒你一句，这匣子认主，背得起，他跟你一辈子；要是背不起的话，他会压断你的脊梁骨，老夫不会伸手。1200斤，立地1寸，连腰都直不起来，就这点能耐。山脚到山顶3炷香，朝一西加1趟。你脚下踩的不是石头，是以后每一条你想走的路，走不稳就趴着。还活着吗？活着，活得非常好。3炷香，一吸不多，一吸不少。明天还爬吗？爬，天天爬，风雨无阻，山塌了你都得爬。行。不要，明天寅时你迟一息，我让你多跑一趟。没什么能教你了，剩下的是你自己的路。我可以下山了。山下杏花镇老酒铺打满，天黑前回来。这人背着铁棺材，瞎子背这么大箱子，别挡路，绕开绕开！罗婉熙，白纸黑字，你爹亲手画押，把你许给张老爷做妾。哼，花灯节张老爷点名要人，你再跑一个试试。张老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妈的，瞎子，滚开！别挡道！婚契，给我。你一个瞎子看什么婚契？你看得见？瞎子学英雄救美，滚远点！张老爷今晚就要人，耽误了好事，拿你的铁棺材抵账。最后一遍，婚契。在这儿，在你爷爷手里，有本事就来拿！给你，我就是收钱办事，不要杀我！有意思，花灯节，一个瞎子背口铁棺材，在大街上替人出头。这张脸好熟悉，是矿长，10年前。哼。你哪里人？炼气6层，风领根，气机浮躁霸道。萧公子，这小子不长眼，挡着张老爷。我问你话，哪里人？说话呀！杏花镇买酒的。你买酒？背着1000多斤的铁匣子买酒？封建之物，你一个瞎子，哪来的封建之物？瞎子，你得罪萧公子了，
刀不长眼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，滚！他妈的，一个瞎子还装上了！你的杀意太吵了，比你的刀先到了3息。妖怪啊！漂亮，真漂亮！我从头看到尾，越看越眼熟。我想起来了，10年前，镇北侯府矿场有个盲眼小杂种，被管事一棍子打晕，扔进乱葬岗。第2天去收尸，没了。你姐不是偷矿死的，这种话骗骗外人就得了。她死是因为她傻，她看到了侯府在矿底挖灵脉，你懂吗？灵脉，朝廷禁物，灭九族的大罪。他看到了，他就得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再说一遍，他是因为什么死的？因为他蠢，一个矿奴管什么闲事？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死得不冤。少主，此人修为不弱，灵诀已开，封建之物在身，此地不宜缠斗。今天放你一马，沈听兰，你最好活下去，活得久一点，修为练高一点，因为你越强，我杀你的时候越有意思。到时候送你下去跟你那个纯姐姐团聚。等等，你刚才救了我的命，我欠你一条命。别跟来，我身上背着血仇，跟着我会死，不是吓你。沈听兰，你救我一次，我替你查一件旧案，这样谁都不欠谁。镇上买的，还没凉，跑得太急，水洒了一半。那个萧景恒，你认识他？他看你的眼神不像第一次见面。他爹的矿场，我姐死在那里。他说的私挖灵脉是真的。镇北侯府在矿底挖到灵脉，朝廷禁物，我姐撞见了，所以他们杀了他，伪装塌方，污蔑他偷矿，然后把我打晕，跟他一起扔进乱葬岗。这10年，你一直在等。不是等，是练。10年，一天没断。你背上的铁匣得多重啊？1200斤。我娘也死了，他们伪造婚契，我爹病重，被按了手印。我娘上门讲理，被从楼梯上推下去，头磕在门槛上。那年我15，一个人把她埋了，没有棺材，用门板。沈听兰，我帮你。你帮不了，我是修仙者，你是凡人，这条路会死人。你刚才救了我的命，这条命拿来查一件旧案，不亏。矿场的账册、地契、公契，只要存在过就有痕迹。我从小在镇中城长大，认得矿场管事家的丫鬟婆子，他们怕侯府，但不怕我。萧景恒盯上你了，他认得你的脸。被欺负过的人不能光等着别人来救。你练了10年，我也能做点什么。你替你姐讨债，我替我娘讨债，我们扯平。姐，又有一个被他们害了的人，他跟你一样不认命。酒买回来了，老酒铺说这是最后一坛。萧景恒认出你了？认出来了。他说我姐看到了不该看的。侯府在矿底私挖灵脉。10年前矿场塌伐那天，侯府就已经决定了要杀光所有知道灵脉的人。他回到侯府，最多3天就派人搜山。
不光搜你，还会搜孤剑山。孤剑山你回不去了。这口封剑匣现在是你的了，不是借，是给。爷爷，别叫爷爷，老夫不是你爷爷。往东走3个月，有一座归墟山，山上有个归墟剑宗，那宗门没落了，但门风极正。拜入宗门，拿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，有了宗门做靠山，镇北侯府再想动你，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。你不去？老夫是个守墓的，孤剑山上还有663座坟要扫，每一座坟头都要除草添土上香，走不开。跟了3天，出来。侯府有令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回去告诉镇北侯，不用找了，我自己会去。到了。瞎子也来考归墟剑宗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什么东西？铁棺材，背这玩意儿来考试，哗众取宠还是脑子有病？归墟剑宗入宗考核第1关，万剑问心路。从山门到山顶3610阶，每走一步剑影压身，撑不住可以退，退下来不算丢人。允许携带法器，不允许使用吉星符、轻身符等辅助符箓，违者直接淘汰。都来看，瞎子背铁棺材爬问心路，我赌他100斤就趴下，我赌50级，1块下品零食，谁来？喂，瞎子，听见没？大家都在赌你几级趴下，你要是能走完，我输双倍。万剑问心路，走的是心，问的是骨，撑不住可以退。开始。他还在走，他不是瞎子吗？不是瞎子，是怪物。兄弟，你背上那是什么东西？从山脚就看到你背着，一直没卸过。封剑匣，多重？1200斤！你背着它爬问神路，你是来考试还是来玩命的？赵宇哥，等等我！一个背着1200斤装备爬问山路的人，咱们遇到高手了，满仓！今天这趟真没白来。喂，你不卸那口匣子，最后这段路少1斤可能多走10步。不屑！你疯了！你到底图什么？少1斤，就白背了10年。我娘还等着我考进宗门光宗耀祖呢。姓名：沈听兰。沈听兰，我记住你了，我叫林兆野，你是我见过最疯的人。周满仓，等等我。他走完了，背着那口铁棺材走完了。万剑问心路，通过者19人。明日第2关，测骨问心。
下一个，林兆野。火灵根，中品，不错。土灵根，中品。下一个，镇北侯府萧景祥，特来拜考归墟剑宗。路上耽搁，来迟一步，诸位长老见谅。既然来了，按规矩测骨。上品风灵根，有意思，瞎子也来了。归墟剑宗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他叫沈听兰，是镇北侯府的逃奴，10年前从矿场逃跑，偷走了侯府命牌。这种品行败坏之人，也配入归墟剑宗？别冲动，你一动手，他更有话说。这是我姐的血衣，矿洞塌方那天，她穿的就是这件。侯府管事丢给我的断洽银牌，说是我姐偷矿的证据，但他们忘了，矿器一式2份，另一半在矿场账房。矿器残印的拓本，上面盖的不是矿场公章，是镇北侯府的私印。侯府用私印签矿器，矿场是侯府私产，私产挖出灵脉，按律灭9族。你哪来的唾液？3样东西，一一说清楚。血衣是我姐沈清河的，侯府对外说她偷矿被天罚，但矿器上的印章是侯府私印。私矿挖出灵脉，为灭口，杀了我姐，把我打晕，扔进乱葬岗。萧敬恒，你刚才说我偷了侯府命牌，命牌是仙门之物，侯府一个世俗家族，哪来的命牌？我说错了，是公牌。公牌是木质的，你一个侯府少主，连公牌和命牌都分不清。萧景环体内灵犀紊乱，方才所说至少3处不实。归墟剑宗收徒第1条规矩，收徒先问心，天赋再高，心性不正不收。萧景恒，上品风灵根天赋难得，但你在测骨台上当众污蔑他人，被问心术验出3处不实，归墟剑宗不收你。陆宗主，我镇北侯府的面子在归墟山不好使，请回。你等着，归墟剑宗不收我，有的是宗门要。下次见面，我会让你后悔今天没死在乱葬岗。沈听兰，你还没有测骨，上前。无相剑脉，无相剑脉，传说中不属五行、不受灵根限制的无相剑脉。测剑碑都炸了，这不是测骨，是剑脉在反噬测剑碑。我路上竟跟一个无相剑脉的疯子一起爬了3600级时间。沈听兰，无相剑脉1000年不遇，归墟剑宗7封，你可任选1封拜入。赤霄峰剑法刚猛，最适合无相剑脉。含元峰最多，是。那座峰叫什么？雷玉峰，归墟7峰中最末1峰，弟子最少，资源最薄，峰主谢无咎，身有旧伤，多年不出。就他，剑气最烈，也最干净。准。雷玉峰在归墟山最西端，沿山路往西走，看到雷云笼罩的山头就是。沈听兰，我跟你去。你去雷玉峰干什么？我火灵根中品，各峰都不强，去哪儿都一样。
但你这人够意思，爬问星路不卸匣子，侧骨台上一个人怼萧景鹤，我服你。还有我土灵根中品也没人抢，你们别丢下我啊！雷玉峰是最差的峰，你们去了，可能连聚气丹都分不到。那正好，从最差的地方打上去，打脸才响。嘿，再说了，跟着你蹭机缘，比什么丹药都管用。沈听兰，宗主让我来的。陆玄琛塞人塞到我这儿来了，匣子背铁棺材，他倒是会挑。峰主说话就这样，你们别介意，先进屋。这铁匣放哪儿？靠墙就行。多铺了层褥子，山上夜里冷，桌角都包了布，你走路不会撞到。修仙不是求别人放过你，是争一条不被踩死的路，听懂了吗？懂，这道理我10年前就懂了。拿着，比你腰间那把强。雷玉峰穷，给不了你灵石丹药，只能给你这个。这些足够了。今日讲修行第一课，引气入体。天地灵气无处不在，你们要做的不是吸，是引。像水流入干涸的河床，第一次引气入体，大多数人需要3到7日，天赋上佳者1日可成。引，妈的，连个气泡都感觉不到。赵野哥，你别说话，我一分心就更引不到了。不要急，越想吸越吸不到。灵气不是用蛮力抓的，是你先静下来，让灵气自己找到你。引气入体，当堂完成。不疼，你掐我一下，疼不疼？疼，不是做梦，他当堂就引气入体了。不是侥幸，是根基扎实。你的经脉比常人宽了至少3成。你之前练过体魄，背过10年铁匣子，10年劈魄打底，引气入体对你来说不是学，是想起来。经脉早就被劈魄撑开了，灵气只是填空。这种感觉并不陌生。10年前顾长进点燃青铜古灯，无相灵诀开启的那一刻，我就感知过类似的东西，只是那时流进来的是气机，现在流进来的是灵气。引气入体完成了。兄弟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早就练过？10年前练过感知气息，引气入体和那个路子差不多。我就说，正常人怎么可能当堂完成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10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背1200斤的铁匣子爬山，还练感知气机？活埋进乱葬岗之后，就知道怎么过来的了。那我也得加油了，不能拖后腿。对，咱们雷玉峰一个都不能掉队。天快黑了，他们还在引。赵恒，3日前下山，途经青牛村，强占凡人女子，打断其父右腿。经查数时，按归户剑宗门规第7条，欺压凡人者，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。长老，我练气8重，我修炼了15年，为了一个凡人废我，他就是个村姑，我赔钱赔多少都行。归墟剑宗收徒先问心，心不正，修为再高也是祸害。
你今天欺负凡人，明天就敢欺师灭祖。真废了，练气8种，说废就废。宗门不护短，这个宗门我认。沈听兰，我已平安回到镇北城，灯会的事没有传开，萧景贤暂时没找我麻烦。我找到了当年矿场账房老孙头的侄女，老孙头3年前病死了，但他留了一本私账，私账上记着矿场第11坑到第15坑出产的根本不是铁矿，是灵砂。灵砂只有灵脉周边才会诞生。这本私账我探了一份，随信附上。我会继续查。矿器原件据说存在镇北城府衙的旧档案库里，如果能拿到原件，侯府私挖灵脉就是铁证。你自己小心，萧景亭被你当众揭穿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对了，灯会那天晚上你用的那把木剑，我收起来了，等你报了仇，我把它还你。不是一个人在查，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搞。你就是那个无相剑脉，我叫叶寒舟，赤霄峰内门比你早入门半年。有事赌一把，看谁能拿到更高品阶的功法。输的人10块中品灵石。不赌，怕输？无相剑脉就这点胆量？清明剑诀，地阶下品，整个藏经阁新弟子能拿的最高品阶。清明剑意，快、准、狠，配合我的风灵根，天作之合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1楼那些黄阶功法，那本残篇没人要，放了30年没人碰过。30年前还有个雷玉峰弟子翻过，翻了3天。说练不了，又塞回去了。为什么练不了？缺了后面3层，剑诀共6层，这里只剩前3层，练到第3层就断了，后面自己摸索，走火入魔的风险太大。少年人，功法不是越老越好，是越完整越好。就他，你拿一本残篇？连功法光球都快要灭了，你认真的？不赌，但我的选择就是他。我提醒你，选功法只有1次机会，你选了这本残篇，就不能再换。无相剑脉又怎样？功法残缺，再好的天赋也是废的。残缺的不是剑诀，是后来没人练完。有意思。我以为无相剑脉会挑一本惊天动地的功法，结果挑了一本30年没人要的破烂。沈听兰，我开始对你有点兴趣了。3个月后新弟子大比，希望到时候你还没被那本残经废掉。雷玉峰开封祖师的剑诀，300年没人练完，那就我来。我练了10年才攒下这点修为，你一口吞了，连个嗝都不打。再吞一次，我把你扔下去。1200斤砸到谷底，我看你裂不裂。就是你把我吵醒了。你是谁？静离封剑峡里的住客。
睡了不知道多少年，被你练的那本破烂剑经吵醒了。无相剑脉有意思，但太弱了。炼气1层，连给我塞牙缝都不够。刚才吞我修为的是你。我醒了需要吃东西，你的剑气勉强能入口。吐出来。你让我吐我就吐。小瞎子，这封剑匣里的规矩，谁强谁说了算。你说谁强谁说了算，但你醒过来需要我的剑气，没有我，你继续睡。小瞎子，嘴还挺硬。行，你说怎么合作？不许再偷吞我的修为。我修炼时溢出的剑气你可以收，但我的根基不许碰。你那本残篇只有前3层，这是前6层剑面里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是人，是剑。小瞎子，你的剑气味道不错，别死太早。小瞎子，送你个东西，进来看。剑种小戒，当年封进匣子里的不止3把金剑，还有这片剑种。上古时期一场大战的遗址，被整片封进来了。时间流速不一样，外面1天，这里3天，修炼练剑事半功倍。但有个问题，维持小戒需要灵气，你的灵气不够。炼气4层的修为，撑死维持小戒运转3天，3天后小戒自动关闭。你再想进来，得烧灵石。要多少？1天10块下品灵石，或者1块中品灵石。我没有。那就去赚，接任务打擂台抢，随便你。修仙界从来不是靠愿望修炼的，没灵石，这小戒就是摆设。你练惨经，我吃剑气，都得靠灵石烧出来的时间。我去赚。护送商队去青生城5天，4块下品灵石，太少了，还不够路上吃饭。采3株10年份的寒髓草5块，可是寒髓草长在悬崖上，我怕掉下去。那块白水镇的出轨任务，3个凡人暴毙，死因不明。7天内死了3个，都是壮年男人。任务等级黄阶上品，奖励30块下品灵石。30块？黄阶任务正常最多15块，这奖励不对。镇上催得急，加了3倍赏金。之前去过一个散席，炼气6层，去了就没回来。你们要接，老夫先把丑话说前头。这任务看着是黄阶，风险可能是玄阶。活着回来，老夫在这堂里做了40年，最不想做的事，就是从墙上把弟子的命牌摘下来。3个人分，1人10块，购买1瓶聚气丹，还能剩2块。可是出轨啊！我从小怕鬼，小时候路过坟地都要闭着眼跑过去。万一是个厉鬼，我可能比鬼先晕。怕什么？有沈听兰在，鬼见了他都得绕道。你想想啊，他背着那口铁棺材，比鬼还瘆人。也对，那口匣子确实比鬼瘆人，而且它是铁的，真要打起来，我躲他后面。从刚才就不说话，想什么呢？散修去了没回来，炼气6层都折在里面。这个任务不是黄阶那么简单。去了之后，所有人听我指令，感觉到任何不对，先退。不要逞强，明白？
镇子怎么这么安静，连狗都不叫？狗比人聪明，知道有东西不对，先跑了。你们可算来了！那女鬼疯了，7天杀了3个人，再不来，怕是全镇的人都要死光。女鬼，这群人有古怪。她生前住哪儿？村尾的老屋早就没人住了，荒了10年，野草长得比人高。带路。现世会不会查出来当年的事？族长说谁都不许提。闭嘴！你想害死全镇人？怎么了？这镇子有人撒谎，不止一个，是所有人。修仙者，你也是来杀我的。我来听你说，你魂体里没有无辜血气，你不是恶鬼。10年前，镇上大旱，族老说河神发怒，要献祭一个未嫁的姑娘，他们选中了我。祠堂里那3个人，当年绑我上木堂的人3个，现在死了3个，还剩最后一个族长。阿渊不是私奔，是被你们献祭给河神的。那是河神的旨意。河神献祭之后照样旱了3年。河神收了祭品不给予，你们怎么不去找河神算账？阿渊，你听到了，他们承认了，你的清白还回来了。哎呀，娘在这儿！娘，对不起。妈的，这明明是除鬼任务，为什么我他妈想哭？我也是，阿渊太惨了，被自己人害死，死了还要被污蔑10年。修仙者不能只听任务说谁是妖邪，要自己辨，谁才是真正的恶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灭他？他魂体里没有无辜血气，只有怨。怨不散是因为清白没还，还了，他自己就走了。白水镇的事我听说了，你没灭那女鬼，你替她查了真相。她不是妖邪，是被害死的凡人。做得好，修仙者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觉得自己比凡人高一等。任务说谁是妖邪就杀谁，从不问为什么。你能自己辨是非，比突破一个大境界还难得。宗门补的，加上这个我自己攒的，不多，够你用1阵儿。这不是一次性攒的，是一块一块攒了很久。师傅，你的旧伤需要灵石调理。别废话，雷玉峰穷，但峰主养徒弟的钱还是有的。但提醒你一件事，你修炼速度太快了，引气入体到炼气4层不到2个月，照这速度，最多半年就能冲击筑基。太快为何不行？根基像剑戟，剑戟不正，削铁如泥的剑也会自己崩断。这柄木剑还差最后3刀，第1刀削形，第2刀开刃，第3刀正戟。正戟这一刀我削了30年，还没想好怎么下。你的修炼也是一样，别急着往上冲。你在记这些铁疙瘩的剑招？不对，你连看都没看他们的剑。不是剑招，是事。
每具剑魁起手不同，但收招都在逆时。你从哪儿学的看事？没学，爬了10年山，每次摔倒从地上爬起来，身体自然会找那个角度，不用看，不用想，骨头记得。小瞎子，你那个瘸腿师傅捡到宝了。不打了？今天够了，剑塔不会跑，明天接着来。炼气10层，按正常修炼，下一步就是筑基。但我师父说根基比境界重要，让我压住。你那瘸腿师傅倒是明白人，不过他只知道压，不知道压多少。世人以为炼气只有10层，但上古时期炼气有13层，第11层到第13层是气海的极限扩张，每多一层，筑基后剑台就大一分。10层筑基和13层筑基，差距是天壤之别。代价呢？每多一层，痛苦翻倍，时间翻倍，资源翻倍，而且一旦开始，不能停。13重气海法，上古失传，要不要走，你自己定。走。沈听兰，我找到了。矿气元剑不是存在府衙，是被侯府自己藏起来了。元剑我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埋在我娘坟头3尺下的铁盒里。这份拓印你收好，加上之前的私账拓印，侯府私挖灵脉的铁证齐了。证据齐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侯府欠的债该还了。陆婉熙，你跑了3年，最后这段路我来跑。第11层，气海扩张3成，还能说话吗？能。第13层，撑过去，你的气海比常人大10倍，撑不过去，修为尽废。13重，圆满。现在可以筑基了，以13重气海筑基，你的剑台铜镜无敌。断星剑虚，6宗共同执掌的上古秘境，每10年开启一次。鬼虚剑宗有5个名额，秘境内生死自负，能救同门就救，遇敌不可妇人之仁。沈庭兰，这次归虚剑宗的队伍，你带队。宗主，沈听兰入门不到2年，他在白水镇的表现你们都知道，天赋、信性、判断力，他是最适合的人选。领命，5个名额，我带5个回来。沈庭兰，好久不见。归虚剑宗不收我，玄阴阁收了，还给了我最好的资源。气息竟然到了炼气9层，看来你没浪费这1年。断星剑窟里，生死自负。他修为长了，我知道。进去之后，所有人跟紧我，绝对不许单独行动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天气风暴，被卷进去，碎尸万段。
跑不动了。跟我走，左前方30步，进那条地裂。你怎么找到那条路的？我看了半天，全是风暴。风暴有缝隙，灵觉能看见。剑气最密的地方是死路，最稀的地方是活路。别杀我！是萧景航让我们来的，杀了！不杀他们会带人回来。滚！你刚才那一剑不收，全队安全；收了，全队危险。心软有时候比剑更锋利，记住了。玄阴阁的人来了，4个。林兆野左翼，周满粗中路举盾，准备。瞎子领队，归墟剑宗是没人了吗？杀！这次没心软，一个都没放跑。该杀的时候不犹豫，同样的错不犯第2次。这些剑晶，随便敲下来一块，就足够换1整瓶聚灵丹了。林兆野和周满粗去采剑晶，你们2个负责在4周警戒，记住，绝对不要深入。这谷里有东西。好沉重的压迫感，谷底深处竟然有2道巨大的气息在沉睡，绝不是人类，是高阶妖兽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等这一趟回去，咱们雷御风绝对能从头到尾彻底翻修一遍。不好，灵觉捕捉到异动了。那2道沉睡的妖兽气息中，有1道醒了。停！别枪了，立刻撤！小瞎子，这谷底下面有东西，不是妖兽，是雷随石。上古雷劫劈过的剑晶，经过万年形成的，用雷随石做筑基材料，剑台品质能翻倍。雷随石3块，够你筑基用了。旁边那些金色沙子，玄金沙，锻造本命飞剑的上品材料。这2样东西放在外面，能让金丹修士打破头。周满仓，守洞口，有任何动静敲盾牌，3声紧急，2声预警，1声安全。交给我，一只苍蝇都不放进来。妖兽回巢了，2头都是筑基级。不能硬拼，我一旦展露筑基修为，会被秘境规则直接传送出去。所有人上洞顶，裂缝里可以藏身，妖兽体型太大，钻不进来。小瞎子，外面有人，可不是来救你的。萧景恒正在往洞口布引爆符，他想炸他洞口，把你们和妖兽一起埋了。萧景恒，林兆野，带他们从裂缝爬到洞顶，绕到谷口等我。你一个人？按我说的做。小瞎子，
第一把剑沉渊，只能用3息，3息之后不收，剑气反噬，你会死。潭底似乎有一道极为古老的气息。这是雷玉峰失传的剑诀，这块碑应该是当年雷玉峰主留下的。他死前把传承封在碑里，沉入地下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有雷玉峰传承的人来取。等了多久？看碑上的水藻厚度，至少300年。你没死，那2头妖兽一死一逃，血不全是我的。你一个人杀了一头筑基级妖兽，用炼气期修为，下次再一个人冲，我跟你绝交！我说真的。你们不是回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回来？因为换了我也会回来。归墟剑宗5人全部归来。做得好。剑筋谷深处发现雷玉峰失传卷诀，已刻入续简，请宗主过目。雷玉剑玉，300年前的雷玉峰阵风绝学。陆宗主，你归墟剑宗的弟子在秘境中杀我玄阴阁弟子，这笔账怎么算？秘境之中生死自负，这是6宗共同定下的规矩。恶意屠杀是另一回事。我玄阴阁进去8人，只出来3个，5人死在你归墟剑宗弟子剑下。我亲眼所见，沈听兰带队伏击我玄阴阁弟子，手段残忍。刘颖石全程记录了玄阴阁4次主动击我归墟剑宗队伍。萧景恒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，你在地宫洞口贴引爆符，是打算埋谁？刘颖石无法伪造，引爆符上的符文是玄阴阁独有，铁证如山。按6宗公约，玄阴阁需赔偿归墟剑宗损失，并向6宗公开谢罪。跟恶人打交道，证据比剑好使。剑只能杀1个人，证据能掀翻一个宗门。300年了，雷玉峰主殿重开。峰主，我们雷玉峰不是被封了。你做了一件老夫300年没做成的事。剑碑是你师父的师父的留下的，我只是把他带回来。带回来就够了。雷玉峰等了300年，等的不是一块石头，是一个能把石头带回来的人。妈的，我怎么又想哭了？这大殿又不是我家的。你上次在白水镇也哭了。闭嘴！雷玉峰封开封祖师，你的剑诀后继有人了。13重气海圆满，雷随石做筑基材料，雷玉剑诀做功法底子。你这筑基万年难遇。但丑话说前头，13重气海筑基的天劫是普通筑基的10倍，撑不过去，不是修为尽废，是魂飞魄散。10倍跟1倍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
因为没退路。这什么雨？不是要下雨吧？不是雨，是天劫，筑基天劫。筑基天劫不是只有3道吗？这云至少9道。它不是普通筑基，还剩2道，最后2道最狠。天劫不是考验你，是要灭你，撑住。筑基，无相剑塔，成。怪物！陆宗主，本侯今日来只为一件事：交出逃奴沈听兰。归墟剑宗没有逃奴，只有弟子。这是沈听兰的矿奴契书，白纸黑字画押为证。他是我镇北侯府的家奴，10年前从矿场逃跑，还偷走了侯府命牌。按世俗律法，逃奴当斩。你刚才说他偷了什么？命牌。命牌是仙门之物，炼制一块命牌需要筑基期修士以精血为引。你一个世俗侯府，府上连炼气期都没有，哪来的命牌？撒谎都不会。10年前说他姐偷矿，10年后说他偷命牌。下次要说什么？说他偷了你家祖坟？沈听兰是我归墟剑宗正式收录的弟子，宗门弟子不受世俗律法约束，这是六宗与朝廷共同签过血契的规矩。侯爷请回，再不走，执法堂送你一程。沈听兰，你躲得过今天，躲不过一辈子。本侯在镇北城经营了3代，你一个矿奴出身，就算穿上了宗门袍，骨子里还是那个在矿底爬的瞎子。我没躲，我在等你亲自来，好让你亲眼看着你经营了3代的侯府是怎么在我手里一件一件倒掉的。今天你带着20个人来要人，下次我会带着证据去镇北城。你最好把侯府里该烧的东西都烧了，因为烧不掉的都会成为公堂上的呈堂证物。宋柯，贤士，你们是？第11坑到第15坑，入口在哪儿？那边。侯府10年前封的，封的时候拉了3条铁链，定了侯府的封条。后来封条烂了，铁链被人偷去卖废铁，就剩碎石堆了。是灵砂，纯度极高，不是铁矿，是灵脉半生矿。这矿脉至少延伸3里。塌方不是意外，矿柱被砍断了，切口平整，是用刀砍的，一刀一根，人为制造塌方，埋掉证据，也埋掉看到证据的人。砍矿柱的人用的是侯府护卫的刀，刀口有刀刺，是镇北侯府定制的护院配刀。这证据比你那拓印还硬。那里的气息和其他地方不同，不是灵砂的荧光，也不是矿柱的铁锈。
长高了，比姐高了。姐，我练了10年，我筑基了，我进归墟剑宗了。你的红绳，我一天都没摘下来过。姐知道，你背瞎子爬山的时候，你在竹林里斩叶子的时候，你在雨里跪着的时候，姐都在。每次你快要撑不住，姐就在旁边。你的仇我快替你报了，血衣、矿气拓印、司杖拓印，证据齐了。侯府会被公审，萧景恒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听兰，报仇之后，别把自己活成恶人。姐姐不想看到你变成他们那样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你从乱葬岗爬出来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不是恨，是想活着，活着替姐姐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外面的世界是什么颜色？你替姐姐看，替姐姐好好活。这是镇北侯府矿气原件，上面盖的是侯府私印，不是朝廷矿章。私印签矿气，矿场是侯府私产，私产中挖出灵砂，铁证如山。镇北侯私挖灵脉，按律灭九族。陆宗主，本侯可以交出灵脉，交出矿场。沈清河的命，矿场17个矿奴的命，你拿什么交？这是我姐姐沈清河的血衣，她发现了矿底灵砂，侯府为灭口，砍断矿柱，制造塌方，把她埋在矿洞里，然后污蔑她偷矿。她死的时候17岁。证据齐了，请六宗公断。洛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别费劲儿了，你一个凡人，在我面前拔刀，跟蚂蚁举树枝差不多。你帮沈听兰查了3年，矿气原件是你找到的，没有你，她翻不了案，所以你得跟我走。你抓我是为了引他过来？聪明，告诉他3日后血衣教分台，一个人来。炼魂大阵，血衣教用活人炼魂布阵，这里面至少300条人命，你一个人进去9死1生。洛婉熙在里面，我知道，我是说，你确定要一个人？10年前乱葬岗，我一个人爬出来的。今天这个门，我也一个人进。进去之后，别离封建峡太远。怨魂炸阵对活人有效，对封建峡里的东西无效。真来了，一个人有种。这把剑里的怨魂是矿场的人。对，你姐死了之后，矿场还剩17个矿奴，留着没用。正好血衣教需要炼剑材料，侯府把他们全卖了。17个人，活生生炼成了这一把剑。老李头、王瘸子、小六子，他们还记不记得你？临死前还在凄厉地喊：“那个瞎眼的小崽子跑哪儿去了？”别急，这剑今天还要再加1条命，你的凑够18条。无相剑脉筑基，
在300条怨魂面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10年前没弄死你，今天补上。姐姐，不要走啊！听兰，别把自己活成恶人，替姐姐好好活。沈听兰，稳住！你现在失控，封剑匣里的东西会把你吞了。你刚才杀了他2次，第一次在矿洞，第2次在这里。你封剑匣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矿场的叔叔伯伯们，害你们的人在这儿。你姐姐最后说的话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她说别活成恶人。就这点人，雷玉峰归墟最废的风，也配挡血衣教的路？老夫300年没出剑了，今天拿你开阴。师父，雷玉峰，交给你了，别让这群杂碎踩脏了雷玉峰的世界。带师父回大殿，剩下的我来。小瞎子，血衣教主是金丹期，你筑基初期，沉渊剑弥补不了这个差距。我知道。封剑匣里还有2把剑，第2把照夜，威力是陈轩的3倍，但代价也是3倍。照夜斩的不是肉尸，是魂魄，每用一次，反噬的不是经脉，是灵诀。用多了，你的无相灵诀可能彻底崩毁，你再也没法看见任何东西，不是蒙眼那种，是连气机、剑势、杀意全部消失。还有一件事，封剑匣里封着3把剑，沉渊、照夜以及第3把。第3把剑的名字我不能说，但它的封印是我的命。我活着，它就出不来；我消失，封印就破了。我是上古禁剑之灵，当年被封印在封剑匣里，作为3把禁剑的看守者。如果封剑匣被毁，3把剑失控，方圆百里化为焦土，而我会消失，不是死，是消失，没人会记得我存在过。所以你住在封剑匣里，不是自愿的，是被关进来的。习惯了，被你吵醒之后，倒也没那么无聊。你这小瞎子比那些上古大能有意思。沉渊、照夜，第3把无名，3把上古禁剑封在一口破匣子里，交出来，本座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灵诀没了，我还有手；手没了，我还有命；命没了，我对不起山下那些拿命守山门的人。照夜，你一个筑基期居然能开照夜！
沈听兰，灵诀崩了，但你的剑还在，封剑匣还在，我还在。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连你在哪儿，我都不知道。无相不是看见万物，是万物皆失时，你还知道剑该往哪里去。爷爷，我懂了。灵诀崩了，可惜赵烨，你只能开枪。这是什么剑法？你没有灵诀，怎么找到我的？无相，不是用眼睛找，不是用灵诀找，是用这里。你杀过的人欠过的债，每一笔都在告诉我你该往哪儿去。你怎么做到的？连看都看不见。爷爷教的，10年前在孤剑山上，他就教了。血衣教主是你杀的？赵叶剑杀的，不是我。老夫这辈子最讨厌谦虚的人，该认就认。灵诀还能恢复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永远恢复不了。10年前在孤剑山上第一次打开灵诀，看见的世界是一条一条的线，现在那条线断了。那你以后怎么练剑？用剑心，不是用眼睛，也不是用灵诀，是用这里。血衣教攻山一战，雷玉峰守住了山门。雷玉峰弟子沈听言以筑基初期修为，斩杀金丹期血衣教主。经各峰长老贺意，即日起，雷玉峰重列归墟7峰，不再是最末峰。沈听兰，上签。从今日起，你为雷玉峰少峰主。我灵诀已废，可能永远恢复不了。少峰主，以后雷玉峰的担子，你跟我一起扛。扛。这就是你练了10年的地方。663把断剑，一把一条命。我在山下等你。小子，你的事老夫在山上都听说了。筑基斩金丹，灵诀废了还能出剑，归墟剑宗立宗1000年，你这样的出不了第2个。血衣教灭了，你的仇报了。你说别活成恶人，我记住了。我要回镇北城了。侯府倒了，但镇北城还有很多被侯府害过的人。矿奴的家属，矿场塌方之后没领到1分抚恤金，被伪造契如逼死的平民不止我娘一个。他们需要一个帮他们说话的人。侯府倒了，但那些账还没算完。你想做这件事？你练了10年剑，我查了3年案，你替你姐讨回公道，我也想替那些说不了话的人讨公道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无相剑脉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筑基斩金丹，但每个人都值得被听见。拿着，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儿，捏碎。保重。你也是，少峰主。我的灵诀依旧没有恢复，世界是彻底的黑暗，但我知道太阳在哪儿。
皮肤上微微发热的那一片方向就是洞。小瞎子，我要睡了，这一觉可能很长。多久？短则几年，长则几十年。封印松动了，我得用沉睡来维持。第3把剑还不能冲出来，他出来，方圆百里化为焦土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别死。等你醒了，我请你喝酒。一个瞎子怎么请我喝酒？用剑心，不是用眼睛。各峰送来了一批新弟子，点名要进雷狱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相剑脉，筑基斩金丹，灵诀废了还能出剑。你现在是归墟剑宗活着的传说。雷狱峰有个瞎眼少峰主，被1200斤的铁匣子一剑斩了血衣教主。他们不知道灵诀废了是什么意思。他们不需要知道，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能做到。爷爷，你教我想杀人，先学会不被人杀，我学会了。姐，你说别活成恶人，我记住了。金林，等你醒了，酒是温的。这条路我会继续走，不是为了复仇，是为了让这世上少几个乱葬岗，少几个阿渊，少几个跟我姐一样的人。这不是握剑，是握住了一个方向，剑心指引的方向。那个方向没有眼睛也能看见，没有灵觉也能感知。那是我走了10年，最终走到的地方。